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惨案。中国小伙惨遭裸绞，当场晕死擂台，插上氧气开始抢救。为了保护选手安全，赛事方直接将其抬上担架，赶紧送去抢救。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最具有血性的民族。河南小伙孙树伟，他是中国最有血性的选手之一，身高185，臂展188，强大的身体天赋，再配上无坚不摧的彪悍重拳，让他在擂台上无可匹敌，大杀四方。他从来不惧怕任何来中国踢馆的老外，曾在发布会现场遭到塔吉克斯坦选手恶意推搡，而他则是当即霸气挥对刀。你什么档次可以跟我一块在这人民比赛？还有，明天我的目标就是在我自己上睡觉。比赛开始后，更是用了一招简单粗暴的裸绞，霸气降服对手，至此一战成名。然而这一次，孙树伟又一次在媒体面前霸气侧漏。就一句话，因为我想赢，所以你必须得输，不管是站立，还是摔跤，还是柔术，我都会完胜你。好，各位球迷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热血小伙孙树伟的一场精彩对局。身高185，臂展188，一位来自于河南的小伙子。他的身体素质的确是非常的惊人，但当然他的格斗天赋也是相当之高了。刚开始学习柔术的时候，仅用是3个月便拿到了这个柔术蓝带的一个段位。那对于一个新人来讲，3个月啊也是非常之快了。好，不仅是胳膊长，这个大长腿啊，我们看这个大长腿也是很长啊。跟旁边的美女比起来的话，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场比赛，孙树伟也是一战成名，降服了塔吉克斯坦雄鹰扎尔法。赛前赛后都有着非常霸气的发言。然而这一场比赛之前，孙树伟依旧是霸气侧漏，好，依旧是不走寻常路，有门我不走，我偏偏要跨过来，大长腿顾白掌。好，这场比赛孙树伟的对手来头也不简单了，陆文龙同样也是来自河南，但是他的身体素质更恐怖，身高187，臂展189，可以说比这个孙树伟还要夸张。这是他来到 JCK 战军城的首场比赛，小伙子也是有着极强的一个身体天赋，但实力怎么样，我们需要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在手直接背袭，看孙树伟对陆文龙第一回合靠连续的，真的击倒会出现比赛将如何？现在这个走势，我们是已经是每一秒每半秒都是未知的。哇，双方进行了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疯狂的对撞，抱腰抱头，而且呢是成功的压制住了第2落点。那么好，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是看得目瞪口呆了，没有错。两位选手直接开打，而且孙树伟呢也是开门就是一脚。好了，看一下现在处于上位的便是孙树伟。好的，连续砸击，他的地面实力是不俗的。之前我也说到了啊，他的柔术进步速度非常的快。两位选手现在都冷静一会儿，都稍微冷静一下，因为这一开局打的确实很火热。好的，缠斗是据我所知已经是多年的功夫。没错啊，那从上位我们看到比赛当中，到下位我们看到陆文龙的目前的防守呢，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啊，尽管看到他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综合格斗的比赛，之前一直是在踢拳，那么转型之后，看到在地面上目前还是防守。连续的地面砸击非常的危险，这时候陆文龙呢还是那句话，在这里不要呆。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孙树伟也是相当的清楚这一点，而且我们看到这种控制真的是贴着龙网死亡卡角伏步转成棋。这场比赛的确孙树伟在作战经验上以及他的这个打法上更凶狠。我们看达到7成位了，还差一点，但是孙树伟已经是不打算了，就是疯狂的砸击。可以看到拿到上位的孙树伟就像拍篮球一样狂打这个陆文龙的脑袋。那么赛前这个陆文龙对着孙树伟大喊说要让孙树伟呢见识一下他的厉害。但是现在这个陆文龙被孙树伟压制的完全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招架之功了，
打击，我们看到连续的打击，连续的砸击，火力全开。看到又转到了背后，还是没有停下。看到一个裸脚已经是介入，又是选择了继续进行击打，而不是进行裸脚。我们看到孙书伟真的是一个裸脚，现在已经是拿到了，拿到了有吗？有吗？现在还是在下颚之上，但是呢，这个动作如果说做成型的话，还是会有的。是，现在我们看到陆文龙能不能逃脱？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孙书伟又一次降服了对手。好，又一次用他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裸脚降服的招式。那上一场比赛也是这一招，这场比赛同样也是这一招。看来孙书伟的柔术的确是非常的不错。好，狂自然有狂的本事啊！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孙书伟。我们看对手，哎呦，插上氧气，开始急救了。什么情况？这在我们国内的拳击赛事当中非常少见。这是裸脚造成了大脑短暂缺氧啊！好，当时的这个裸脚，哎呦，这个扣打得非常死了啊！正常来讲，陆文龙应该第一时间投降认输，但是他没有啊，坚持了大概是10秒钟啊！好，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你很年轻，别那么嚣张。送你一段话，跟我较量你听不到半个回合，打完比赛我帮你准备好补回合，大一点的送给你。明天擂台上你看看你是想跟我打摔跤、柔术都可以。眼前这个戴着墨镜的小伙，就是赛前猖獗至极，人送外号黑豹的尹帅。他被称为说唱界打拳最好的，打拳界说唱最好的男人。很多选手赛前看不惯他，却又打不过他。年仅25岁就获得了8连胜的不败战绩，凭借着强悍的身体素质，再加上无人能挡的彪悍重拳，让他在国际擂台无可匹敌，大杀四方。还曾在高手云集的 JCK 战局城当中拿下过100万现金的奖励。然而就在意气风发的尹帅一路高歌冲击9连胜之时，今天终于是踢到了钢板，遇到了人狠话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尔。他是一个来自于新疆的强力摔跤高手，凭借深不见底的体能和几乎变态的抗击打能力，只要对手遇到了他，都会被他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眼前的小伙子便是人狠话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尔。他真的是人狠话不多，为什么？因为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说在赛前的这个对喷环节和对视环节当中啊，这个没有喷过对手。实力很强劲，就是嘴皮子这一块啊，差点意思。上战绩12战11胜，非常厉害。然而其实相反的是，眼前的小伙子嘴皮子相当之溜了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豹尹帅。目前8连胜的尹帅可谓是风光无限啊！前2天也是拿到了一个100万现金的奖励。这场比赛也是打算拿沙姆哈尔呢当做垫脚石啊，冲击9连胜啊！包括赛前这个大部分人啊还是看好尹帅，他不只是狂，他也是有实力。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没有错，就是尹帅；蓝色短裤便是新疆摔跤冠军沙姆哈尔。我们100万赏金赛的8进4，对于沙姆哈尔来说呢，这场比赛又是他一战封神的绝佳时机啊，确实，而且我们看到比赛当中，今天晚上目前为止出场所有的哈萨克选手都已经获胜。是的，尹帅之前呢，可以说是极少能够遇到像沙姆哈尔这样的对手。确实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哈萨克人。是的，非常漂亮迎击。尹帅呢是非常敢于用对手的长板来去可以说是直面对方的长板。连续的打击，非常漂亮。看到这就是沙姆哈尔第一次主动下潜，尹帅一个落叶横跳，第二次变回抱单腿，这是沙姆哈尔非常擅长的领域。虽然说沙姆哈尔开门见山想发挥自己摔跤上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尹帅的这个防抱摔啊，做的的确是非常的不错。反应速度很快，让对方沙姆哈尔的每一次抱摔啊都没有成功。
好，又来了。好，但是我们看尹帅的这个力气啊，尹帅的这个力气是完全不输对手。好，转身搭背，有机会。在纯的就是摔跤比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转换。没错，我们看到在同级别来说的话，尹帅的核心力量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看到双方现在尹帅啊，真的是占尽了优势，沙姆哈尔处于劣势。现在尹帅想要做一个前弧颈，直接拉倒断头。拉倒断头。现在在绳网旁边呢，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个位置我们就要看一下，而且尹帅现在这么早去做断头啊，对自己双臂的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没错，这边看到尹帅也是这样的话对于尹帅来说的是不利的，因为刚才呢确实对于他敢于使用断头台，敢于主动下场用断头台呢，肯定我们要报以非常的轻。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尹帅刚刚呢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断头台，但是很可惜啊，这沙姆哈尔的耐力啊，还有他的这个防备啊也是很充沛。今天的话，上位便是沙姆哈尔，在下位的尹帅呢不再是黑豹了。来到地面之后，尹帅就像一只小猫咪，只能是躺在地上。但如果观众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尹帅如果还敢来一段说唱，那我真佩服他。但是现在看尹帅应该是没有这个功夫，也没有这个精力了。好，被压到笼边的尹帅非常难受，只能是被动的让对方的这个沙姆哈尔去消磨体能。但是尹帅的体能很好啊，之前打日本选手的时候呢，经常把这个小日本的拎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断头的把握。是的，因为啊，双方这种高频率的考验耐力的缠斗啊，缠斗式降服啊，可以说是沙姆哈尔从小啊就练了不知道几万遍。没错，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沙姆哈尔来说的话，他的所有胜场当中，大概有66%以上都是依靠着判定击败对手，这标志着其实他的体能和耐力是深不见底。单臂环绕双腿，现在刚才尹帅这个木村，他去抓紧时间，看到尹帅真的他的视角跟普通的运动员真的是不一样。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尹帅的确是很难起来了，主要是这个沙姆哈尔的压制力啊，的确是很强。而且我们看沙姆哈尔也不着急，他并没有着急去做一些砸击啊或者砸摔，而是慢慢的啊消磨尹帅的体能。好，这个尹帅现在真是老实了啊。但是这个沙姆哈尔呢，观众朋友们，他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弱的。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经常是判定去结束比赛，所以说这场比赛他想 KO 尹帅，我觉得是有难度，但是打赢尹帅呀，不是没可能。好，最后20秒钟。沙姆哈尔的身高还是高过尹帅，没错，上位的砸拳。我们看尹帅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半防的方式，其实沙姆哈尔还是有输出的空间。是的，尹帅之所以一直处于半防啊，是因为沙姆哈尔一直就像一个典型的摔跤手一样，他就是故意把半防，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半。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终于结束。那对于尹帅来讲，打的是非常的憋气，自己的中拳中腿没有得到发挥。心里的怒火也没有得到发挥。当时发布会现场的时候，尹帅就说了：“我不管你是柔术地面还是摔跤，我都奉陪。”但是目前来看在摔跤和柔术这一块尹帅还真没有这个沙姆哈尔厉害。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这个沙姆哈尔他就是玩摔跤的而且他的体能包括抗击打能力都是一流。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来看一下红方选手尹帅，黑豹尹帅，蓝方选手便是沙姆哈尔。在第一回合呢，如果尹帅没有那次主动尝试冒险断头的话呢，想必不会出现长时间处于下位的局面。确实在第2回合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应该说动手迎击，应该说尹帅可能会更加的是用自己的优势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比赛。是的，尹帅要非常小心，因为沙姆哈尔看拳击加摔跤听起来好像是我就2个技术板块，但是
中间的这 X 规的中间这千变万化，长河是用1、2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了。好，这一回合沙姆哈尔观众朋友们依旧是战术非常的明确，再一次把尹帅按到了地上。那尹帅也是没有办法，浑身有劲儿使不出来。而你看沙姆哈尔他不着急啊，他就贴在你的身上，你往哪儿走我就压着你。这个打法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无赖，但是呢还专门治这种像尹帅这种比较狂傲的小伙子。练1万遍的人，没错啊，那句话怎么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是的，这个一招啊，不仅仅说是一个单的招式，而是一个技术体系。那么现在看到尹帅呢，想要再去掏木村或者推手腕，就说这就是摔跤手啊。他想要做的就是说，他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假象，我不要去过你腿，我就要让你感觉你一直处于半法，是你想回腿也回不来，你想出也出不去。下位非常的被动，而且现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木村，还是要靠想要去转是非常难，因为现在毕竟处于上位的是沙姆哈尔，现在尹帅首先要摆脱自己处于下位的不利局面。这边的话，安德迪克也是非常非常的直臂的十字固尝试啊，一个直臂的十字固尝试，这是拉回，是的。这种直臂十字固尝试呢，成型难度是相当大的。好，尹帅的下位的话的确打得非常难受，而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不断的在挣扎，证明自己不是猫咪，而是黑豹。好，但是这个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啊！你看这个沙巴尔，就是把你顶到笼边，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也不着急做杂技，就是一拳一拳的消磨你的体能。而且他的头低得很低啊，不给尹帅任何能够做反击的一些机会。好，第二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最后的2分钟，时间1分1秒在流逝啊。我们场外的所有的打分的编采老师们也会明察秋毫。没错。按来说的话，接下来的2分或者是第3回合，基本上要破掉对方的这样的战术，其实还是比较。是的，现在对于尹帅来说呢，就是要去破冰，就要去破局。灯开，你看这个就是沙姆哈尔的粘着性，没错，源源不断。你想尹帅那么快的灯开的速度，在回腿的时候还是被沙姆哈尔能够去爆来格兰比翻都做的是非常吃力。没错，这边的话，感觉沙姆哈尔现在就像一个牛皮糖一样，紧紧的站在尹帅身上。是的，体能深不见底的这样一个哈萨克的选手，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选手，尹帅真的是陷入了麻烦。好，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好，尹帅真的是不行了，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投降吧。我们看这沙姆哈尔越打越来劲儿啊！你看，无论尹帅怎么蹬他，怎么去跑，他都死死的粘住你，阴魂不散啊！而且这个综合格斗比赛打分的机制呢，就是你压制对方的时长啊越长，那你的分数就越高。所以说目前来看，沙姆哈尔在地面上的分数啊是非常高了。前2个回合如果不出意外都是沙姆哈尔的。好，最后的半分钟。好，你看这尹帅蹬腿都跑不掉啊！你蹬得再快，我追得更死。你越挣扎，我越兴奋。在和对手之间的空间和距离，我们看到沙姆哈尔一直是在源源不断的向前，上位的砸做一拳，个肌肉切，但是呢谈何容易10秒钟的时间。双方现在是一个类似于50-50的法位，但是尹帅还是在下位，沙姆哈尔在上位的，还是相当的稳健。那么在第2回合啊，简直就是沙姆哈尔的个人秀。没错啊，我们的100万赏金得主8连胜的黑豹尹帅，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在前2个回合陷入了苦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最后1个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终于是来到最后1个回合了，来看尹帅能否有翻身的一个机会，也不是没可能，因为尹帅啊本身他也是一个喜欢创造奇迹啊，在绝境当中啊重生的这么一个选手。附身，没错。而
像哈萨克族的他们这些真的在一起训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从小练拳击和摔跤啊，没错，这样对对方的体系是非常哦，连续的打击。那么，作为沙姆哈尔呢，再加上自己非常强的耐力型摔跤呢，所以说对尹帅来说，第3回合是自己开场的是他唯一的取胜窗口。是我们看到，其实很难看到，目前为止在 JCK 比赛当中还没有见过被逼入绝境的黑豹尹帅，真的是被逼入绝境。现在，因为在第2回合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便尹帅在可以说是在大海当中啊，他的柔术水平像一个大白鲨，但是呢，沙姆赫尔把他拖到了鳄鱼潭。第2回合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平稳，尹帅的话也是把距离把控的很好。好，但这一次的话，尹帅为什么主动和对方去打摔跤啊？哎呦，这不是属于自投罗网吗？观众朋友们，好，还好，沙姆哈尔推开了对手。最后的时间了啊，3分钟。那只要这个沙姆哈尔不犯错的话，这场比赛尹帅估计是，哎呦，又来了。好，又到了尹帅最难受的一个阶段，踢击的方式，七腿半边空，直接是把你带到地。是的，现在看到尹帅再一次的被逼到了下位，沙姆哈尔在上位。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尹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分多钟。今天晚上真的会成为 JCK 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之夜。小姐起身，拿背，小姐过不着，但是呢，我看这个拿背能不能进到？现在尹帅呢是保护了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连续的打击，沙姆哈尔。这个骑乘呢是相当的紧啊，没错，小钢炮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我们看尹帅是贴身，这样的话减少自己的伤害，是相当的紧。现在对于尹帅来说是真的是到了绝境当中。没错，逼上绝境的尹帅，黑豹的连胜会就此终止吗？现在尹帅是成功回腿到了第3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了，那尹帅呢依旧是被推上了绝境。面对沙姆哈尔的连续的进攻，连续的地面压制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这好像一台跑车，你把一台跑车啊放到了一个大山里边，很好看啊，非常的帅气，但是没有用，你走不起来。如果硬要走的话啊，可能会受伤。但这场比赛双方的受伤情况那还好，尹帅几乎是没有受伤啊。但是这个沙姆哈尔他并不以打伤你为主，也不以以 KO 你为主，就是残暴你、压制你啊，拿这个压制分数。好，最后的2分钟。这就是在上位的沙姆哈尔，他用自己的这种决心，真的想要在今晚一战封神。没错，这边的话一直还是用自己的不停的向前的努力来蚕食着尹帅最后的生存空间。要注意啊，沙姆哈尔还是要注意自己对于地面控制以及自己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尹帅还想从这个位置做一个直立的十字步，但是呢是相当困难。没错，比赛要1分10秒的时间。等开，最后相当困难的，这是最后的时间了，那是这最后这1分钟，这黄金1分钟啊！就像刚才乔宝老师所说的，其实尹帅曾经在比赛当中多次用过这样的直接将对手蹬开的一瞬间。不知道此刻的黑豹尹帅脑子里在想什么？是否为自己赛前所说过的话感到后悔呢？我们不好说，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的确很难受，都到了最后的40秒了啊，他还被压制。但是尹帅的这个抗击打能力还不错，但最主要的是这个沙姆哈尔他也不打人啊，他把所有的体能啊都用在了这个压制上。最后的尝试，27秒钟，连续的打击对于尹帅来说还有机会翻盘吗？有15秒的时间，沙姆哈尔也是在争取着最后的优势。是的，沙姆哈尔真的
他的这种粘着性，这种连续的缠斗能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哦，这场比赛真的是比赛结束了。哇！这场比赛相对来说，对于黑豹尹帅，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3回合的大战。两位选手狠狠地大战了3个回合，打的真是难分难解，缠缠绵绵。好，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沙布哈尔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中国！在这个擂台上，你不光有技术，你还有力量、体能、速度、一切的反应，还有坚强的意志。我们都在为家战斗。一个身材魁梧的黄种人缓步站上称重台，身高2.01米，体重126公斤，他就是号称全男鲁智深的张志磊。已经年过40的他，为了梦想独闯国际擂台长达9年。但数百年以来，重量级拳坛一直是白人和黑人的天下，亚洲人似乎在这个量级没有任何发言权。然而，张志磊的出现打破了这持续上百年的僵局。在2014年8月8日，张志磊在 ESPN 拳击之夜仅用时17秒便击败了对手布特斯，后来更是在3年之内一口气拿下了16连胜，无可匹敌。这也让外界媒体渐渐注意到了这个黄皮肤的中国壮汉。然而，依然没有任何人看好他成为世界冠军。2023年，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张志磊向 WBO 世界拳王金腰带发起挑战。这是中国重量级拳坛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比赛。拿下这场比赛，他将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重磅级世界拳王。然而，这场比赛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当中，张志磊用时6个回合将英国拳王当场暴打毁容，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弃赛投降。至此，张志磊成为了中国首位重磅级世界拳王，意图要物归原主，要把金腰带抢回去。上一次输给张志磊是我太大意了，他完全就是运气好。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英国民众失望，我不仅要抢回金腰带，要把他该死的尊严全部拿回来。观众朋友们，那完全是开玩笑。虽然说张志磊40岁，但是我觉得目前世界重磅级拳坛啊，张志磊是不怕任何人的。有了，已经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一场超过上千斤的重量级对决，双方玩命拼拳，打得皮开肉绽，只为获得泰森挑战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您绝对没有见过，也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巨兽对局。好，看到眼前这个家伙，像个大猩猩一样，而这位这个胸毛啊，比他的毛发还有这个浓密啊，他便是日本大力士金太郎。他日本和伊朗今天是双国籍。好，这个家伙也不瘦。我们看他也是一脸嚣张的表情啊！两名选手加到一块的体型，观众朋友们一定是将近1000多斤！我的妈呀，半吨多重啊！半吨多重！如果一个小型卡车，我觉得可能都拉不下两名选手。好，两个人有相似之处啊，都是秃子，这个毛都不多。仔细一看，这个现场裁判也是秃子。好的，3个和尚一台戏啊！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重磅级别对局，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可以获得3000万日元的奖金，而且观众朋友们最重要的是啊，可以获得挑战泰森的权利。好，眼前的大老黑，这个脑袋和身子不是一个颜色的，便是鲍勃萨普，人送外号野兽。好，比赛已经开始了，3000万奖金加上泰森挑战权，看下谁能笑到最后，直接开打。哎呦，完全没有战术！我们看这个日本大力士，将这个鲍勃萨普打的是非常的害羞。哇哦，这就是巨兽之间的对局。但是好在鲍勃萨普扛住了这一波对方的猛攻。
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啊，你可以打地面，也可以打摔跤、打拳击、打腿都行。我们看这个鲍勃萨普，这个大老黑啊，这个肩膀子是一耸一耸的。哦，他这个动作是在干什么？现在在热身吗？好像是在求偶的动作啊。那我们侧面上来看，还是这个日本大力士金太郎，看起来还是要更肥一些。因为他的肚子啊，我们看都已经是摊出来了。哎呦，这个鲍勃萨普，他的眉骨已经开始流血了，开始飙血了。两个大块头现在都冷静了下来，确实该冷静一下。但是现场裁判并不允许啊，裁判不断的督促两个人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这裁判是典型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又是一轮换拳，但是这个明显日本大力士啊占据了优势。虽然说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鲜血啊已经是流满了全身呐。这场比赛啊，这个大老黑鲍勃萨普呢，他是非常想赢的，因为之前啊他是公然挑衅过泰森，不过泰森呢没接他的茬啊，没搭理他。所以说他一直以来想找泰森呢打成一场。这场比赛就像是灰熊啊大战一个大猩猩。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了，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双方的奖励都非常的诱惑啊，所以说也是拼尽了全力。但是要知道啊，这是重磅级的比赛啊，双方呢虽然说第一回合打得很凶，但是随着比赛深入呢，这个比赛只会越打越慢啊，因为两个人体能啊消耗也会很大。我们看这个大力士不行了啊，日本大力士。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两个人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啊，因为重磅级别选手呢和其他的选手是不同的啊。两个人一上来也不着急。好的，又要开打了。哎呦，但是这个大老黑鲍勃呢完全没有防守啊，就是往前冲。连续两个翻滚，大老黑鲍勃拿到了上位啊，属于下位的便是日本大力士啊金太郎。两颗卤蛋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是鸡蛋，一个是卤蛋。我们看鲍勃整个身体啊都压到对方的身上。好，拿到一个齐称位，这是一个休息的好机会。好，我们看处于下位的金太郎很难受啊，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来气了。但是他呢，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躲到对方的肚子上来，这样这个鲍勃呢也很难砸到他。上位的这个大老黑啊，鲍勃是和我们中国是有些渊源的，和我们的中国勇士同样也是个重磅选手的奥日格勒打过比赛，
只不过呢，他打输了，哈哈，这被二哥了用了半分钟啊，就给 KO 了。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啊，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哎，什么情况？这个鲍勃想把这个牙套吐出来，因为这个牙套呢会阻碍呼吸啊，看他吐出来。看情况，下位的金太郎这个小日本应该是很难站起来了。我这一看，哦呦，这鲍勃他的头皮啊都带虎纹，他不是很光滑啊，皱皱巴巴的。我们经常说头皮这种人啊，一般来讲都带个金链子啊，都很厉害啊，都很凶。这种人不能惹啊，打人很疼。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终于结束。好，我们看这个鲍勃累的不行了，两位选手这打的也不是特别久，但已经是体能耗尽了。因为在第1回合双方消耗了大部分的体能，包括这个日本大力士金太郎也累得不行了。我这家不止胸毛浓密啊，浑身都是毛。好，接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都累得不行了。我感觉他都快哭出来了。那您认为这2位选手如果说打泰森啊，谁的胜算会更大呢？那我目前来看，我觉得2个人谁的胜算都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体能啊太差。你像泰森呢，平时打的比赛都是12个回合，这个才打2回合，2人就不累得不行了。好，2人开始打王八拳了，哈哈。不在乎能不能打得中，先轮出去再说，气势上不能输。哦，不行了，不行了，这个金太郎，哎呦，这个日本大力士开始跑了。鲍勃萨普也是嗅到了这个机会，哦呦，已经是浑身发软了。我这实在不行，这个搬来2个椅子，让2人歇一会儿啊，先吃顿饭，喝点水，然后再开打。这个金太郎也不一般啊，之前的话是一个相扑选手，但是相扑界混的也不错。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2人还热情拥抱一下。这场重磅级别的巨兽之战终于结束了。那您认为谁赢了呢？2位选手并没有产生 KO， 所以说最终还要打分去判定。但不过这比赛打的确实挺精彩的啊！像这么重磅的比赛，的确很少见了。好，看一下，没有错，最终一致判定鲍勃萨普这个大老黑啊获得了胜利，拿到了3000万的奖金，同时也获得了挑战泰森的权利啊！希望他能够把握住机会，让我觉得胜算可能有些渺茫了。好，再次恭喜！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他是连张志磊都不敢惹的中国拳坛泰山，身高2.1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身形甚至要比韩国巨人崔洪万和中国炸弹张志磊还要更胜一筹。别看那5大3粗，却精通太极、散打、跆拳道等一系列格斗术，在拳击擂台上的他更是凭借一双铁拳大杀四方，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无比的渺小，通通被他打到哭爹喊娘。
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中国巨人拳王董建军。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巨人拳王董建军横扫国际擂台的珍贵影像。往往看比赛已经开始，白色拳套的中国巨人董建军大战黑色拳套的伊朗拳王，身高1.94米的阿卡巴尔。我们看对方的话，身高也不矮啊，1.94米，但是和董建军比起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卡里米上来呢，试图采取闪电战，想打中国的泰山一个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体壮啊，所以他面对对方那种局部战场的进攻，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抵御力的。卡里米自己速度太快，都丢失了重心。泰山刚才是抓住了机会，利用对方出拳之后紧跟着一次反击，单拳就将对手撂在地上，对手摇摇晃晃。卡米再给他独他示意还可以继续比赛。这样我们场裁判庞文涛给这个伊朗泰山加点，但是我估计已经站不住了。这个比赛可以直接结束了。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第一场比赛非常的痛快。那么这个伊朗拳王打算采取个闪电战，但是没有想到在董建军的面前啊，他就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个玩笑。我们会想到会打得简单，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我们看这一拳，哇，我感觉对方的脖子都被打断了，真的被打断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比赛，董建军2.13米打战1.90米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与之前的比赛不同的是，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董建军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他精通散打，自由搏击、跆拳道，所以说拳腿功夫呢都很厉害。好，本场比赛我们看一下黑色拳套啊，白色裤衩，要小心，这个家伙来了个舍身踢。好，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特种兵啊，米歇尔。那么赛前这个米歇尔就表示说呀，说中国人无论长得多高啊，就算是3米高，也是东亚病夫，也是不抗打的软骨头病秧子。他表示今天要踢断董建军的双腿。所以说他选择了自由搏击的规则，但是他没有想到啊，董建军的腿法也很厉害啊，我们会散打。这是一场恶战的。好的，推开的做，不要给他对拼，对，拉开距离。好的。泰山这边刚才是高飞做出来了啊，挨护手就可以。这几个地边啊，应该说还是相当有危险。对，对自己这个训练呢，相对来说比较自信。好的，刚才这腿打得非常有力量。又是一下，后手跟上。好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董建军在打拳击赛之前啊，实际上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打篮球的。和姚明呢以前还是队友，但是后来他发现有非常多的老外来中国踢馆，所以说他从这个篮球啊转战到了拳击。而且董建军的出现也是让这帮经常认为我们中国人瘦小的老外啊也是傻了眼。董建军对于老外来讲呢，我们就是最高的山，最长的河，是一座无法逾越的泰山。拳上啊，这个迎击和反击，再给一拳，对，再来一拳。啊，这读秒，对，读秒。大的这种压迫之下呀，他还是跑快了，跑扭伤了。看看是场上看能不能够适应，能不能坚持。这幅度太大了，这个土耳其伊布拉辛，对，这会儿才能寻找到更有力的战机。好的，这首场秀看来泰山真打的这样就不错了。对，再跟一拳。我们看不行了，哈哈。观众朋友们，这个美国特种兵米歇尔不行了，他被董建军踢折了一条狗腿。那么赛前他狂言说要踢废我们，但是没有想到啊，自己先要报废了。打挺快啊！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场上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对，现在如果是痛失这种优势的控制呢，那么对他来讲也会下去非常惋惜的。对啊，对。再压迫，再
再来一个小高潮，马上时间快到了。这腿受伤还是被击倒呢？因为现在在这个猛攻之下呀，必有所失，也必有所得。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美对局赛前对方扬言是要踢折我们的腿啊，结果呢偷鸡不成18米。赛前牛皮吹的有多狠，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啊，有多么的惨。而且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啊，董建军这么高的身材，他的腿法会这么凌厉，这么厉害啊，这绝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好，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董建军大战一个美国选手，而对手可比上一个要厉害太多了啊，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保镖埃里克斯。好，我们看比赛开始了，红方选手黑色裤衩，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的总统保镖啊，埃里克斯。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董建军。这场比赛也是在上一场董建军获胜之后啊，美国官方赶紧安排了第2场，很想报仇，很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而这个埃里克斯也吹牛，会说这个会像用拖鞋拍蟑螂一样啊，打倒董建军。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究竟有没有这个本领。很明显了，这场比赛对方的埃里克斯啊，身高依旧是不如董建军。没办法了，据说美国官方当时是找遍了整个美国职业拳坛啊，硬是没有找到一个啊能和董建军相媲美的这个身高的选手。没办法，必须是很难。You could tell Rodman didn't like the way that one felt. Ran his way in and smothered. Tyshawn starting to establish that jab, which for a guy his height, obviously... It's like a power punch. Yeah, it will become like a power punch, and also it'll establish some kind of rhythm. 哇哦，不会吧？哦，观众朋友们，比赛开始还不到1个回合的时间，不会这么快就要 KO 吧？我们看对方埃里克斯并没有选择投降，还想打，但是董建军啊，给不给你这个机会？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比赛了。好漂亮！哎呦，前后差了几十秒。裁判也是毫不犹豫，又送给对方一次读秒。On a 5-fight losing streak, he's been stopped in 4 of those fights, but he just loves to fight. Former MMA guy, just wants to fight. He said, as these guys go toe to toe here, and he's pick it up in the second round. He's trying. You got to give Rosman some credit for the effort. Rosman is a former bodybuilder. And there's another jab. 没有错，这是本场比赛的第3次击得好。我的天哪！这个埃里克斯，美国的总统保镖已经被击倒3次了，但是我们看他还是一脸不服的样子啊，应该还能打。Here in the second round, almost at the head. Tyshawn up. Let's see if Tyshawn can work off the back foot. And finally, Rosman lands a shot. Yeah, he lands a left hand. The thing about Rosman, he's sucking wind and throwing all these haymakers is only going to make him more tired. See what happens if Tyshawn does land. Here's a right hand as you just called it, Paulie, and drops him.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结束了。短短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董建军连续6次击倒了这个美国的总统保镖埃里克斯，完成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这是董建军晋级美国拳坛获胜的第2场比赛。这也是董建军的成名之战啊！要知道这击败的可是总统级别的保镖，好，非常的轻松。然而接下来的这场对局绝对称得上是世纪大战。中国巨人董建军一路高歌，直接杀入到了美国纽约。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官方却派出来了杀手锏，他是连拳王泰森都不敢惹的美国野兽鲍勃萨普。我们看这个家伙，我感觉他长得甚至是不太像人类，像个大猩猩一样。本场比赛就是人猿和泰山的一场比赛啊，让我们来看一下2个人的精彩对局。
哇，本场比赛，我的天哪！不到2分钟的时间，这个野兽鲍巴萨普不行了，不行了，看他呲牙咧嘴，应该是起不来了。好，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董建军啊！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之快啊，把这个美国拳坛的杀手锏王牌选手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由于是一场这个自由搏击规则，所以说呢，我们用到了顶膝啊，所以说终结的很快。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董建军更是凭借一双无可匹敌的铁拳横扫了美国擂台，成为了第一个在拳击擂台上让美国人感到畏惧的中国拳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